着街巷，柠檬搭配咖啡，默契却慌张。大雨滂沱的片刻，回忆重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，蔚蓝清澈。时间铭刻，小心的温热，平行的风筝像转了弯，交集璀璨光泽，让灯雕刻美好的轮廓，把你所有梦境都加在独家的角色。无论云端海底，只会奔向你，瞬息万变世界，想把你冲击。潮汐涌向岛屿，我坚定走向你，哪怕月落心意。You are the only one, you are the only one。生命镶嵌了幸福彩虹，上演最美的重逢。回来啦，哎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？心里有点乱。刚刚把唯一送回家，齐豫怎么样了？也不太好。林唯一一直在哭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他们两个谈了这么多年，从大学时候到现在，分分合合的。但是不管怎么哭怎么闹，我都知道他们俩都是深爱着对方。是。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谈恋爱嘛，只需要顾好眼前就好了，所以一切都会很简单，也都很美好。但是，一旦要步入婚姻，就需要考虑很多未来的事情，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现实问题。看着他们俩这样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幸福呀。谢谢你啊，齐先生，谢谢你当时选择了我，我还要谢谢我自己，当时答应了你。主要还是得谢谢你。小图，小副总那边来消息了，约了明天见面，今晚得加个班，把方案再优化一下。我们行里见。好的。我做了几个方案，咱们对一下。林唯一睡不着觉，想让我过去陪陪他。正好，我也得出门一趟。齐豫，他还想找我再喝一杯。啊，巧了。我先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叫代驾或者打车都行。行，都这么晚了，咱们都打车吧。走走。都几点了，还不回家？大半夜的，小赵哥出门了。他说落了一份特别重要的资料在行里，非要着急麻慌的回去取。你们家季行长不会也没在家吧？不在家。看来咱们明天的对手很明显了呀。这两个男人，幼稚，小心眼儿，不就是竞争共同的客户吗？有什么好掖着藏着的？真是。就是。那不过咱们俩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如实相告吧？那没有。周华刚走的时候，我还在家装睡觉呢，所以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家躺着呢。那你刚才还说人家小心眼儿，双标啊！商场如战场嘛，尔虞我诈，彼此彼此。好好做方案，快！简姐啊，小心提防小赵哥扮猪吃老虎。哎呀，就我们家那个，就那两下子，跟我玩那小九九，倒是你们家季行长，你多提防着点啊。我们家季行长真是老奸巨猾。不过刚才说陪我闺蜜的男朋友出去喝酒，
我一下就猜到。赵方刚在我这儿根本翻不出什么花来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来，你看一眼。困啊！我都不记得今儿是喝的第几杯咖啡了。据说，现在小副总那边就只剩2家银行在比较了。不会是咱们戴瑞窝里斗了？应该不是。我出门的时候，饶总刚睡熟。按理说，这么大的客户招呼见面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睡不安稳。你要是这么好奇，打个电话问一下，不就都知道了？那怎么行呢？他现在怀着孩子，睡个踏实觉不容易。唉，不是最好，不是最好啊。毕竟小副总这个人啊，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婆跟他多打交道。怎么说？我听说啊，小副总他在国外的时候是1等1的花花公子，那换女朋友都跟集邮一样，花里胡哨不带重样的。那个电视剧怎么叫这种人来着？登徒浪荡子。对。唉，要不说呀，还是这么八卦。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客户的情感癖好不多做评价，啊。行。他明明比我晚出门，怎么还早到了？不行，我必须在他之前见到小副总。喂，小宁。我刚才不小心转弯的时候把车划了一下，我好像看见你的车了。你也在附近吧？你过来帮帮我呗。严重吗？你现在具体在哪儿啊？我就在爱景园区的大门口。行，那我现在过去啊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好。抱歉啊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师傅，麻烦问一下，这附近刚刚有没有发生一起剐蹭事故？剐蹭？对，没见啊，是咱们园区吗？对，就那辆白车。还真没看到。行，那我去看看。没事，谢谢啊。哎。兵不厌诈呀！真是关心则乱。好，那位就是我们的副总。副总。副总您好，我是戴瑞新城分行的客户经理涂小宁。你好，周会计。啊，这打印机怎么缩印？我弄了半天不对。我看看。这打印机的程序出了点问题，我让那个行政部找个维修的来看看。啊，不用，我来看看吧。哦。这个应该是缩印键指令出现了问题，调一下就好了。副总，你想把营业执照缩到多小？能放到1张A4纸上就行。哦。谢谢你啊，看来涂经理在解决问题方面有很强的主动性。没有，熟能生巧。我们经常帮客户缩小营业执照，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。
坐吧。谢谢。上次来拜访您的时候，发现您对咖啡还是挺感兴趣的。这是我们公司旁边新开的一家手冲咖啡，您先尝尝。谢谢。涂经理的观察能力很强吗？你的方案我看了，用信用证代替贷款，思路很好。但据我了解，信用证好像也没那么方便，到期了还要押汇或代付。这一点，涂经理怎么看？我提信用证主要是从成本方面来考虑。我们优品茶叶是新城的纳税大户，我们有充足的税票，所以做信用证的话，我们的成本会比做贷款减少很多。至于您说的不方便，我们银行也已经对信用证流程进行了升级，现在非常快捷，这一点您可以放心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接下来应该是想做快销茶饮，那线下费用就不会低。如果您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，我可以申请减免您的手续费还有承兑费，这样又能帮您省一笔钱。你还挺懂得拿捏人心的。哦不，这不是拿捏人心，我是喜欢站在客户的角度上考虑问题。季行长，来谈业务啊？哦，你之前提的那个客户，该不会就……你不是说有剐蹭吗？不应该在门口等我？我下车看了一下，没什么大碍，还是工作要紧，我就上楼谈工作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担心了。让我担心是小，但是客户问题上天天说我不讲武德，那你呢？我不是没办法嘛，像小副总这样的客户，肯定很多人拿着方案递过去吧，就看谁先见这一面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后面的人讲的再多没有用，没有新鲜感。毕竟这些方案都是大差不差的，是不是？听起来还挺坦荡的。小赵哥呢？他怎么不来啊？哦，让季行长一个人来谈业务。柔静不也没到吗？静姐是生病了，昨天晚上加班，今天要去医院。哦，小赵哥是要陪他那个昨天晚上加班、今天身体不舒服的老婆去医院。好，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友情提示一下啊，小副总好像下午有一个跨国业务要谈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留给季行长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哎，今天是第一次见这个小副总，什么都没定呢，别高兴太早了。讨厌。既然小副总那边这么想跟咱合作啊，你就辛苦盯着点，赶紧把那个流程给走完。我这刚从医院出来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马上就到行里。哎，单子都开了，检查真的不做了？我这也没什么事儿，浪费那钱干什么？好啊，饶静，耍我？哪有？不过你放心，你们季行长也被耍了，所以你们大哥说不着二哥，他不会怪你的。狼来了这招不可能回回都奏效的。这是我进吉安分行以后，老季交给我的第一个大客户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老公啊，我问你，我跟季玉恒，谁是你领导？生活里肯定是你，但工作上必须是老季。我再问你，我们努力的工作是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？是啊。是不是为了让我跟孩子有更好的日子？是。你又有什么歪理？你看我职级比你高，如果我接了这个项目，佣金、绩效是不是都比你高？这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十分的有利。老婆啊，季总呢已经把吉安这边拓展部经理的位置许给我了，只要项目一拿下，我立马升职，到时候我钱拿的不比你差，还升了一级，这么听下来还是我这边更划算。老总，帮你聪明一世，还是算少了一步。
但没关系，你也别生气，我们都是为了家庭嘛。放手。老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。老婆，你别生气嘛，你生气容易动我胎气。你们俩也挺长时间没见了吧？打算一直这么拖着呀？我早就把我俩攒那几千块钱花光了，怎么见了？况且，他也没联系我。你要是想让他道歉的话，我可以去找他呀。算了，这次啊跟之前都不一样，我有预感，就算我们见了面和好了，也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，迟早会走到这一步的。我其实就想不明白啊，你说为什么在别人那儿没钱是个问题，在我这儿有钱反而还成问题了呀？豪车、市中心的大房子、刷不完的信用卡，这些我都有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。你说普通人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过上这样的生活吗？我现在过上了，我还得反思改变我自己，你说这都是什么道理啊？他呢，做不到顺其自然的跟着我，在我的收入圈生活，我就想着行，我努力的去靠近他的舒适圈，却发现好像也没有办法紧紧巴巴的攒钱过日子。买个郊区的房子，每天通勤2小时，周末连个蛋糕都吃不到，这样的日子我真过不去。你们俩没有谁对谁错，是从根本上你们俩对钱的认知就不一样，对日子的需求也不一样，这些都是在上大学跟热恋的时候体现不出来的。那你们俩想往前再走一步的话，这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全都体现出来。是啊，我们俩也都努力过。喂，甜甜。小图姐，你下午有事吗？我这边有个客户临时约我过去聊一聊，说今天务必见一面，可我已经跟另一个客户约好了，实在排不开。小图姐，没事儿，那要不你把那个客户的资料发给我，还有你们约的地点，我一会儿帮你走一趟。太谢谢你了，小图姐，我这就发给你啊。不用谢。快去吧，别担心我啦，一会儿我也要回去上班喽。辉煌广告，我去了。你要是心情不好啊，微信留言给我。放心吧，帮我收一下。好嘞。不是应该叫辉煌吗？莫不是老板的名字里有个辉字？麻烦问一下，咱们老板贵姓啊？我们老板姓于。我有查过咱们公司的资料，老板既不是法人，也不是股东啊。法人是他老妈，股东是他老婆，他在明面上啊什么都没有体现。怪不得。银行的是吧？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着急用一笔小额贷，所以想着今天下午腾出空来，赶紧来见一见。是挺仓促的哈。于总您客气了。我是戴瑞的客户经理涂晓宁，这是我的门店。我跟婷婷是同事，今天呢，我们先简单的聊一下，日后如果您有进一步的需求，还是婷婷来跟您对接。涂晓宁，你高中是新财中学的，12班。对。果然是你啊，涂晓宁。我呀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上高中那会儿，下晚自习放学的时候，骑自行车陷进下水道口给摔了。于辉。对呀，就是我。那你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来。谢谢。那个，来，去我后备箱里拿上好的茶叶，我和我的老同学叙叙旧，要最好的。谢谢谢谢。是。你现在是在银行上班啊？对，客户经理。也是巧了，营销到于总您头上来了。哎，你可别埋汰我了，我算哪门子于总啊？我就是当年成绩不好，学历还差，
就随便开了家小公司，自己做做。本来想着咨询一下银行关于小额贷的事情，你这一来，我也不问别人了，我就找你。就当是当年顽劣不懂事，还欺负你，跟你道个歉。当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不要再提了吧，都是小时候，小孩子都不懂事儿的。再说也怪我自己，拿篮球砸你也是我不对。我是真心跟你道歉的。回想起当年的自己，真的是又混蛋又不懂事，欺负女同学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就是个小畜生。没那么严重。记得当年我整你的时候，咱们的基草季玉恒还挺身而出把我给拦下了，没让我犯更大的错误。哦，对了，你俩关系后来挺那啥的吧？谁俩？那啥了？没啥没啥，我这又见到你了，想起另外一个老同学。哎，这一晃10年也过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就特别爱热闹，我一直想组一个局哈，把咱留在新城的同学全部给叫过来，吃吃喝喝聊聊天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加个微信呗。哦，好。然后到时候我组个局，你可得赏脸来啊。我扫您。好，来。婷婷啊，客户谈下来了。说来也巧，那个人正好是我高中同学，我跟他说好了，具体的呢还是跟你走流程吧，过2天就会联系你了。谢谢你，小图姐。等绩效下来了，我给你分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图，那个优品的副总来了，等你半天了。小副总啊？对，亲自过来了。是你抓点紧。好，加油。哎，涂经理。不好意思啊，副总。我今天临时有点事儿出去了，不在行里，让您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涂经理，是我来的临时了。我看了你的具体的融资方案，我觉得有些细节还是当面聊一下比较好。正好在这附近办事儿，就过来了。辛苦你了，涂经理。上次聊完之后，你这么快就改了方案，希望我们未来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我们就一条条的来。OK。哎，涂经理，要不你坐这边吧，我们看也方便点。啊，好，您先看一下吧。这条。上次呢，我们只是提到了快消茶饮，但是具体的公司内部的名目和计划规模，还是要等您再给我寄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，我才能再补充。所以这条，我还是等您的资料发给我以后再说吧。怎么了？这么紧张？放轻松点。没有，没什么。您接着吧。涂小姐是本地人。副总，您叫我小涂就行。我是本地人。听说您是从国外留学回来读的博士。读了2年博以后，因为不想回来继承家业嘛，为了多逃避一段时间，所以只能继续往后读。你是不是在想，最后不还是回来继承家业了？没办法，有钱人也不是事事能够顺心的。也是。也不知道唯一心情好些了没有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电梯到了，您慢走。哎，涂经理，不用送了，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。那您慢走。上。看什么呢？小图姐，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快打开看看。哦，对，送你的。刚才那个小副总放在会议室，我就给你拿出来了。肯定是看你最近太辛苦了。涂经理，一点心意，请你收下。哦，这一套不便宜呢。小图姐，这……喂，副总。怎么样？礼物喜欢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礼物有点贵重，我不能收。是这样，您看您方便，我现在给您送过去呢，还是给您快递过去？
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晚如何？行，那你想吃哪家餐厅？你们银行附近有家日料还不错。嗯，好，那就晚上7点，我们菊川见。行，晚上见。拜拜。一会儿给他送回去就好了。散了吧。你慢点啊。辛苦你了，秃成这样还陪我出来应酬。说什么呢？于公，我是你们领导，这是我的工作；于私，我是你的师傅。万一待会儿那个什么小副总真的对你有什么想法，对你虎视眈眈的，我能看你自己身处险境吗？谢谢师傅。走。进。你慢点。你好。副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拓展一部的饶总，我的顶头上司。饶总你好。久仰了，副总。你今天没有提前跟我打招呼，所以我订的这个包间可能坐不下3个人。那咱们就……我觉得那正好，我订了一个4人间，我们一起啊。姐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。要是实在难受的话，姐你先回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副总，没想到怀个孕给自己怀这么狼狈。没事，静姐，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。副总不是小心眼的人，他能理解。啊，正好我在，小图我不会让他贪杯，放心吧。哦，那也行。那小宁今天副总就拜托你了啊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副总，下次我一定请您吃饭。理解理解。那实在不好意思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我送你。不要，你坐。好，那注意安全啊。好。别拘谨啊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好，吃吧。尝尝这个。谢谢啊。我听过你们吉安分行的方案，没想到行长这么年轻。我在国外待久了，对这些没什么概念。不过国内这几年确实出现了不少人才。还真是没想到，副总对于我们吉安分行的方案还有印象。硬性条件来讲，戴瑞给出的条件应该是全新城所有银行里最好的。那我们分行呢？操作方式上应该是最适合副总的。又耍小心思了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这碗放太多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口味适合你。看来季行长对自己的同事很了解啊，知人善任，怪不得事业做得这么好。其实我了解的人不多，不过小宁确实算一个。了解，不还是不知道我们涂经理在方案里使了什么小花招？那是因为没有必要。戴瑞给出了条件是全新城最好的，不过在同等条件之下，吉安分行能给出的方案就是全戴瑞最好的。季总给出的是什么条件啊？副总看过方案，他肯定都知道。他们的条件确实比你们好，不过在我看来，引起合作就像做生意一样，需要看缘分，还有情分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
副总说的没错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无论做什么生意，长远的合作看的是利益交换和彼此的信任，有来有往，才能达到共赢，是吧，小宁？一起吧。在银行，这是违规的。谢谢您的好意，我真的不能收，还给您，副总。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那行，季行长，我先走一步。谢待会儿走了。那。这么晚了还要回加班？回家，你坐你的车，我坐我的车，不许跟着我啊！季行长，你在我面前真是毫不掩饰的抢客户啊，太过分了吧？我呢，今天只是碰巧遇到，随便跟他聊聊天而已。再说了，要是我不在的话，饶静不舒服提前走了，你一个人，还不得被那个小副总给盯出个窟窿来啊？他只是我的客户。哦，那送高档礼物订双人包间，看来这个小副总不是只想做你的客户啊，小托。吃醋啦？是，但是我更在意你的安全。不要拿吃醋当幌子，不要以为这样我就对你掉以轻心、放松警惕。你不用对我放松警惕，但是不能对别人掉以轻心。银行放贷啊，是要有自己底线的。我们要对客户有一个风险控制，同时自己要尽量掌握主动权。一旦在前期有一些模糊的退让，就会让对方变本加厉地掌握局势。到时候你要再想强势起来，可就太难了。季总教育的是，失去2个客户呢，戴瑞不会倒闭，银行不会破产，但是对于我一个小小的客户经理来说，意义可就不一样了。这每一个客户可都是我耐心沟通、细心经营，最后努力争取来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去打他们的主意。但你是我的人，我不能让任何人打你的主意。你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对待那些人都是毫无防备的傻白甜，也不是心机到会拿感情去谈工作的人，更不是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猜测就放弃一个客户的人。我是有脑子的成年人，身在感情中呢，我懂得自觉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让健姐跟着我一起去。这些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好。哎，年假的事情，你跟饶静说了吗？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来安排。中秋节前后吧。好。我们今天在这儿吃饭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谁跟你说的？不会的。好。第2个问题，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呀？大家都在一家银行，给出的条件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别吧？2个问题，选一个回答，快选。理想。一人在内，他可不。
季先生，明天方便把戒指和您说的信物娃娃一起带来吗？我们会配合着做一些特殊的布置。好。小图姐，撞上大款运了，过几天还生一趟呢。小圆儿，造次了啊！小图已经把昨天礼物送回去了，咱们不允许收客户的礼物。那这是谁送的呀？那肯定是人家男朋友了。理想哥，哎，我要不要拿着这个东西表现出非常惊喜的样子，让你拍张照片拿去邀功啊？哎呀，没问题，拍。这个包给卖了。哼，哎，那我你还真要拍啊？小心我到静姐那儿说你吃里扒外。不是，小图，你千万别跟静姐说，她不得把我给嘎了呀！哎呀，我知道。在大是大非上，我的心都在拓展一步，我发誓绝对不会背叛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以后啊，你要叛变，在我这边。好，看啥呢？散了，散。这就是男人奇怪的好胜心吗？喜欢吗？是。喂，小娘，还在忙吗？中午要不要一块儿吃饭啊？由于我跟小副总那边推进的比较快，所以呢，下午我要去趟小副总公司，跟他聊一下业务。中午就不能跟您吃啦，你自己随便垫点，晚上一起吃。进。外卖时间到，一起下单，省个配送费。小副总那边上午有什么说法吗？啊，我上午跟他们联系了，他对我们的利率还是感兴趣的。我下午继续盯一下。今天下午啊，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过去，中饭我也不吃了啊。饭还是得吃的。我感觉你都瘦了，最近。周会计，我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哦，好的，那您开车小心一点，一会儿我在大门口接您。今天实地走访，您全程会跟着对吧？哦，对，是的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总经理，这是我们改好的合同。哎，谢谢。如果小副总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就先回去整理一下，准备正式走合同。明天找您来签字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周会计，水没了。哦，好的。谢谢。看看。不瞒你说，让一个喜欢咖啡的人经营茶厂，确实不容易。相信你也有所耳闻，
优品茶叶在我回国之前一直是由我姐夫把持，直到近期才在我父亲的授意下交回到我手上。我姐夫呢，走的时候带走了许多自己人，包括做了很多年的老财务。但优品茶叶需要扩大经营，需要钱，更需要人来管钱。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，来跟周会计一起把财务部撑下去。小宁，我觉得你很合适。哦，我确实看到了，小副总给出的条件很丰厚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现在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我是真心喜欢，所以很抱歉，我没有要辞职的打算。小宁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放着更好的合作方案不选，而偏偏选择了你。送你礼物，请你吃饭，简单几个字的修改，却偏要把你喊到这儿来。我都暗示成这样了，你还装傻？那我只能索性挑明。头纱也要，就女孩子都喜欢的那种简约款就好。对，有点仪式感。啊，求婚的其他细节，回头我再给你通报。好。不许看，不许看，不许看！干嘛呀，季宇航？占我便宜！占你便宜？我占你哪个便宜了？当然是工作上的了，生活中是我占你便宜。哦，那生活中咱们都这么亲密了，吃点亏也不算什么，吃亏是福。那我祝你福如东海。那我是不是得祝你寿比南山啊？嗯，看到了。你看到了？嗯。季宇航，你都看到了。夜色吞没黄花，只剩影子紧跟。你是那盏灯。